長征時期紅軍幹部學校組成的紅軍幹部團由陳赓擔任團長。那紅軍幹部团是什麼級別？紅軍幹部團名義上是個團，實際上是軍師級單位。在1934年10月，中央紅軍第5次反圍剿失利，不得已開始長征。為保證中枢安全，中央決定把蘇区的4所紅軍幹部學校合併成幹部团。哪4所？第一，步兵學校；第二，步兵學校、特科学校，還有紅軍大學。中央軍委任命第1步兵学校校長黄埔17名將陳赓當團長，宋任窮為政委，鍾偉健當參謀長。這時候問題就来了，這幹部團到底什麼級別，能讓陳赓去當團長？說實話，我們都低估了幹部團，以為他們就是警衛部隊，有人還說是御林軍，但這話只說對了一半。嚴格來講，幹部團應該叫黨中央的最後壁壘，紅軍的指揮人員儲備基地。你看領導班子，政委宋任窮原來是红五軍团主力13師的政委，正兒八經的師級幹部，下面4個步兵營。2營營長黃彥斌當過紅13師代理團長，政委劉道生是獨立22師政治部主任。3營營長林芳英和政委羅贵波，一個是紅35軍軍長，一個是軍政委。4營營長韦國清曾經是紅軍大學總支書記。這些人隨便拎出來一個，都是師級乃至軍級幹部，比普通营级幹部不知高了多少個等級。最牛的是上甘队，战士都是团营级軍政幹部，队長蕭劲光早年在国民革命軍就是中将党代表，後來當過紅五軍团政委。政委余則洪當過黨中央秘書長，下面還有軍事指揮科、政治科、地方工作科，每一個科長的來头都不小。周士第是叶挺独立团的參謀長，蘇進是日本士官，學校畢業，當過紅44師師長。馮達飛是紅7軍縱隊長，紅8軍代軍長。你看看，這哪是什麼團級單位，最起碼也是師級，再高一點也不奇怪。當然，幹部團也不是吃乾飯的。遵義會議後，毛主席恢復軍事指揮權，開始組織4渡赤水土城戰役，打得非常激烈。川軍名將郭勳祺仗着兵力優勢，跟我們打得難解難分，局勢眼看要翻轉。幸虧陳赓帶着幹部团頂上去，這才穩住陣腳，為毛主席後來的從容布局爭取了時間。之後2渡赤水再克遵義，俘虜3000多人，擊潰敵人2個師、8個團，取得長征以來最大勝利。巧渡金沙江時，幹部團偽裝成國軍強行軍，160里趕到皎平渡，奪下2艘船。後來又拿下通安州，確保部隊順利渡江。紅軍幹部團數次挽救中國革命於危難之際，而作為幹部儲備基地，這裡也走出了大量開國將領。